如果接待不能帮我把事情说清楚，你还会相信我吗？他还好吗？像了，但是很不好。洁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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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行吗？啊！孩子早没了，醒醒，这就是个破枕头。你干什么呀？这是我的孩子，这是我的孩子呀。妹妹，你来了，你看，他睡着了。你们来干什么？对不起，不知道会变成这样。他们俩订婚，你不知道吗？你们为什么要把他害成这个样子？别说，如果这一切是错，他是我一个人的错，这和曼娟没有任何的关系。那好，你告诉我，现在该怎么办？你把他害成这样，想问我该怎么办吗？我会一直在他身边陪着他，照顾他。他一天不好，我就一天不会离开他。哎，有晕倒了！哎，现在情况不是这样回事啊！你没起啊？医生，医生！小姐，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快推车！安君，你怎么了？医生，医生！真的不打算在医院休息一下再走吗？
这件事情要告诉童卓瑶吗？孩子没了，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先去结个账啊。我这才出去1周，怎么发生这么多事情啊？说吧，现在一个刚出院，一个还在医院里，你打算怎么办？我现在怎么选都是错的。那个叶洁白的孩子什么情况？你不准备解释了吗？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要订婚，我说真话说假话都不是。那事情都这样了，你还是要保护他是吗？他现在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我怎么还忍心伤害他？我和曼君的孩子也没有了。对了，你的婚礼我就不去了。不幸之人还是躲远一点好。多多要跟我分手了，曼君也不要我了。好啊。我不想再装疯卖傻，把他强留在身边。要是现在说出真相，童卓瑶只会恨你骗他，他会更快毫不犹豫地跑到阮文君的身边。那个时候，你真的什么都没了。可是我不想骗他。那也是他们骗你在先啊。其实，我也替你松了口气。孩子没了，童卓瑶想不认，他也没有证据了。我已经没有孩子了，他不应该成为一个借口。我不想骗他，可是我又舍不得离开他。你能明白我心里的感受吗？洁白，你要明白，你要是现在一下子变清醒，把事情都说清楚，那你就成了骗大家的那个坏女人。童卓瑶她肯定会马上跑回去跟阮文君复婚。真的到了那个时候，你让 Daddy 跟大家怎么解释？已经这样了，你再忍一下吧。Daddy，好，谢谢啊。哎，佳佳，童卓瑶这2天去找那个阮曼君了。
当然没有，他不是已经答应过您要留在洁白身边吗？有什么问题吗？明天就是童家和钟家签订合作合同的日子。你是怕他不再需要叶家，会有变故？他把洁白害得这么惨，想拍拍屁股走人，我就是搭上咱们叶家，我也绝饶不了他。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我不能让他们觉得咱们叶家可有可无啊。应该有个人比您更不希望他们合作吧？你说的是戴景杰，他现在都已经自身难保了，他还能做什么？正因为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他才会不顾一切的去争取。我们在线合作。怎么了？你跟他说我有事，让他等一下再打。他说他有急事儿。对不起，我接个电话。怎么了？只是初期了，其实你只要好好的配合治疗，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得到控制的。你相信我。能控制多久啊？1年、2年，还是3年、5年？能控制一辈子吗？你不试怎么知道不行？而且现在专门针对阿尔兹海默症的药有10几种，都处在临床试验阶段。只要有一种成功，那你就有希望啊。要是都不成功呢？你要是一直这样消极下去的话，即便是药物研制成功，你也病入膏肓，没得用。这个事情千万不要告诉我妈。好，那你先答应我，要积极的配合治疗，要不然这么大的事儿，我可担不起责任。你要答应我，除了你以外，谁都不可以告诉我。这个我不能答应你。我马上就要回英国了，你身边总要有个人照顾你吧。我觉得你应该告诉曼君，她是你的妻子，有知情权。如果你不方便说，我帮你去说。不用了，我不会再跟他在一起了。你又要干嘛？
我既然不能给她幸福，我更不会做拖累她的事情。我想一个人待会儿。你早点休息。也许对的人在晚出现一天，在没有人分担之前，对自己说晚安，中午醒来吃早餐，苦笑这一切早就习惯。我爱我拉过沟，静静的角落，没有暴雨狂风。我爱我美丽，哦，一个人太久，那么就让我抱紧我。这么巧，戴总不请我喝一杯吗？知道为什么让你请我喝酒吗？是想告诉你，我是站在你这边的。你想说什么？金河还有几天才对我宣布倒闭，一个人在这儿喝闭门酒，为什么不找一个棋逢对手的人陪你喝呢？反正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何不最后一搏呢？你把我的酒都给喝了，我喝什么？服务生，再来一杯。Double。几位听过目？你们只要在这个借款合同上签个字，然后每一个人拿出一部分钱来给我，我就可以用高价切断同事工程的供货资源。我拖住时间，合同期一到，他就没有办法还中视的钱，你们自然可以拿到陈卓瑶抵押在中视的股份。那么这不比那一半的利润要多得多吗？思考一下。
我们离婚吧。这也是我想说的。签字吧。原来你早就决定好了。祝他早日康复，祝你们幸福。这就是你想要对我说的吗？还有，祝同事传曼君你让我说什么呢？是我们的孩子没有了，我也快要疯了吗？还是说，我把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任都给了你，可你还是骗了我？你到底还是不相信我？是我太高估我自己了。你应该知道，我恨我的父亲，我恨他为什么纠结在2个女人之间，毁了2个幸福的家庭。所以我发誓，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过。我一定会和我爱的人不离不弃，共赴生死。别说了，你根本就不会懂的。现在我站在他被指责的位置上，我才知道选择有多难。他当初为了信守承诺回到我妈的身边，造成了今天这样不可挽救的后果。我怕了。所以我选择另外一条路。滕先生，我宁愿从来都没有遇见过你。也许对的人在晚出现一天，我就随爱找个伴，苦笑着的迷那就把不开心的一切都忘记了。手机打发时间，就这样找一个人好好的爱你。有一个你梦寐以求的家。在没有人分担之前，对自己说晚安，
早餐，苦笑着一切早就习惯。我爱我拉过沟，静静的角落，没有暴雨狂风。我爱我美丽哦，一个人太久，那么就让我抱紧我。痛苦和快乐都能将你打败，在没有人分担之前。我要开始我的与你无关的人生。自己说晚安，中午醒来吃早餐，苦笑着一切早就习惯。我爱我拉过沟，静静的角落，没有暴雨狂风。我爱我美丽哦，一个人太久，那么就让我抱紧。马来的客户不肯签合同，电影节给的价更高，而且他还说，他说不管我们出多少钱，他都比我们多出10%。金河不是已经破产了吗？他哪儿来的资金啊？好像是陈刚帮他拉了很多中实的股东投资。过来。我可以把钟老留下的股份都给你，但是要等到中视和同事的合作结束以后，而且你要答应我，从此以后不会再对同事有任何的恶意竞争，否则你什么都别想拿到。我只是拿回属于我的东西，你又有什么资格来跟我谈条件？ 3年之后，我会把我手上同事的股份都给你。可我现在就想要。你别太过分了。钟老师去世了，但是我妈还在。我妈不在了，拿不回来的东西。 宁可毁了它。佟总，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耐。 为的就是保全钟氏和同事，有一天把这一切都还给他。可是他呢，他却一直在逼我。我马上去一趟马来西亚，当面把事情跟他们说清楚。您别担心，一切都会有转折的。帮我订机票，我要亲自去。 等我再回来的时候，不会再有金河这个名字。
钟老，如果我现在把属于他的一切双手递给他，只会让他更加目空一切。他不只会毁了公司，还会毁了他自己。3年的时间，我恐怕是等不了了。所以我要换一个办法。我不会再对他有任何的忍让。我要彻底击败他，让他可以清醒地看待这个世界。只有一天，他可以成长到完全支撑起2个家，我才会放心把一切都交给他。洁白，我不喝水。阿曼呢？我要去找他。你还提他干什么？他为什么不来看我呀？他为什么不来看我和孩子呢？你就当那个同志让他死了！为什么不来看我呀？洁白，你来干什么？他同桌瑶为什么不来？卓瑶在公司处理一些业务，他很快就会来的。洁白，洁白，你怎么样了？你出去。洁白，你出去！你们都出去！你就要在这儿等他，他一定会回来的。洁白现在这个样子，我看他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订婚的事儿，你该不会是要取消他的订婚仪式吧？这样吧，干脆你也离开那家律师所，带他回加拿大，找一家最好的医院。等我把红月的事处理完了，也回去。洁白他现在离不开佟卓瑶，而且阮文君马上就要去英国了，洁白可以把佟卓瑶给留下来。你洁白目前的状况，就算是留下来又能怎么样？哎，这都怪我，当初就不应该答应他回国，不然也不会发生这么多。Daddy， 不管怎么样，洁白已经如愿以偿的跟佟卓瑶订婚了，他很开心。如果你非得把他们给拆散的话，我怕洁白的病会更严重。吃饭吧，吃饭吧。已经跟杜伦大学沟通了，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对不起啊，说好了放弃的机会，现在又要去了，给您添麻烦了。什么都别想，就当给自己放个假。好。郑董事说他在开会，不方便接电话。是不想接。他们都不出资，货款也不够，合同要签不成的话，就把我的那个钱先淡定，都是成年人了。坐，坐，沈总。你答应接手中视，
就给我2成股，到现在我1分钱也没看到。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啊！你知道你的钱在哪儿吗？我拿去跟马来西亚的公司签约用，付了定金。所以，如果你要不想你的钱1分都没有的话，就赶紧给行政的打电话，让他快点给我打钱过来，别在这儿唧唧歪歪，做点正经事儿。我说清楚了吗？抱歉，公司因为价格还是选择了大先生，我们跟签过合同了。听林助理说，只有陈刚给了带你姐钱。没想到你中文说的这么好啊！据我所知啊，戴先生手上的资金是够支付你们定金的。既然你们已经确定了合作，那我给你一些建议。你可以在合同期的最后1天再给他交货，以免公司有不必要的损失。谢谢你的体恤，但是这次我帮不了你了。下次我们合作。你怎么不挽回一下呢？咱们付违约金也行啊。他们都已经确定的事，怎么来啊？那就眼睁睁看着他们签合同啊。只要我们可以把时间争取到合约期的最后1天，中视的股东没有人给他钱，没有货款，合同那不就是一张白纸吗？那咱现在回国吗？给林助理打个电话，让他给我召集中视所有的股东开会。陈刚，你别自己掉坑里，别把大家拖下去。我这是要你什么？你以为戴静杰答应你拿回中视的股份会分给你，就真分给你啊？或者说一点，同事绝对不会眼看着工程停下来，我会拼尽最后1分力。但是如果同事接下来因为价格战而输掉的话，各位手上的股票将会1文钱都不值。只有同事可以正常的运转，你们才可以收获到最大获利。为了满足各位的需求，我可以将投资比例改成为4-6分账，中视占6成。太好了！3天之内，我们要在合同上看到重新分配的补充条款。明天我就会把合同交到各位的手上。好，太好了。洪卓瑶已经签了补充协议，他们都等着拿那6成利润。我不干了，股份我也不要了，你把本金给我就行了。还不起你，我没钱现在。给我点时间吧，好吗？我连本带利的还给你，我会感激你的。戴总，郑清来了个韩律师，他说是来接替阮律师工作的，说阮律师去英国深造了。知道了，谢谢。连你也要离开我？
今后的工作我已经全部交接给韩律师了，破产的消息2天之后就会公布，准备一下吧。只要金河还存在一天，你就仍然是金河的法务。孩子没有了，我现在只是一个人，不用再威胁我了，保重吧。依照企业破产法第24条、第22条、第9条和第14条的规定，自即日起成立破产清算组。拨叫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请。对不起，别怪他。我知道你可能不相信，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在周瑶那得到什么。我遇见他的时候，被感情伤得体无完肤。我发誓，再也不会为爱倾其所有。是周瑶的坚定跟勇敢打动了我，让我对爱重新充满了希望。我们只是想成为彼此的依靠，所以才不能够分开。哼，说的好听，可你到底还是答应了洁白的条件。说到底，你是不能接受卓瑶一无所有，不是吗？如果我告诉你，我离开他的时候已经怀孕了，我只是不想让他在中间为难。我以为我的成全都是值得的。我原本想着，等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就可以一家人过平淡的生活。
是没有想到，杰培跟我有了同样的期待。你最终还是把他毁了。公平一点说，我们都失信于对方了。只是他现在更需要卓瑶，而我。 注定要孤独一辈子，一个人。也许对的人在晚出现一天，我就随缘找个伴。再见。对自己说晚安，中午醒来吃早餐，苦笑这一切早就习惯。我爱我了过够静静的角落，没有暴雨狂风。我爱我没理由，一个人太久，那么就让我抱紧我。哎，你故意帮我订了跟曼君同一趟航班，是不是就想找借口来送你？我是希望你可以帮我照顾他。你就不打算跟他解释一下，就这样让他走了？任务交给你了，他是出什么事儿我不会放过他。好吧，那你要答应我，每天按时吃，否则我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姑妈。拜托了，兄弟。好好的。舍不得你走，过去那边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嗯，你也是啊。你跟……哎，别跟我提他。我跟袁振明呢有缘无分，我也想清楚了，爱来爱去有什么意思？就像你跟童卓瑶一样，还不是没有好结局。我现在也想通了，反正呢，我有国本 life 管。忙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努力赚钱，正好也没有心思瞎想，挺好的。我早就出局了，还不知情。怎么了？我好像看见戴静杰了。他不是失踪了吗？哎，别想了，来吧，拜拜了。
季总，按照您的要求，我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真不容易，同一工程真的要努力。是啊。夫人，您来了。都准备好了吗？今天是同事的大日子，不能有任何差错。准备好了，放心吧，夫人。卓瑶呢？他怎么还没来啊？应该快到了吧？来了。妈，来这么早？我睡不着，我想你爸爸。一看到这栋楼，我就忍不住想起当年，你完成了他的梦想。如果他还活着，好了，妈。如果你爸爸泉下有知，看见他心爱的通宇终于动工了，他一定会很欣慰的。希望他可以原谅我吧。我已经决定了，等整个的通宇竣工，我会离开同事。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才能不这么任性？你考虑过我吗？我怎么可能不考虑你呢？你和整个公司我都已经安排好了。公司呢，我会找一个职业经理人过来接替所有的事务，还有妈妈的生活，每个月公司会按照股东分红，定期把钱打到你的卡上。你什么都不用担心啊。我问你，阮曼君都已经回来了，你还准备去哪里？我只是想要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好吗？我会注意的。好。先生准备好了，可以过去了。开心一点。走吧。喂，卓瑶，阮曼君不见了。活着了。早该想到会适得其反，我就不该相信你。他如果不打开这个心结，他就永远都无法面对自己。到时候我怎么邀请您把郑清交给他？你小子是拿我郑清这朵花去献佛吧？是您非要退休啊？从有同事那一天开始啊，您就一直帮我们公司照看法务部门。与其你把公司卖给别人，那个别人，他就不如是我。不管是作为老板还是前辈，
我都看好阮曼君在这个行业的发展，只是想在一个律所做好领头羊，以他现在的状态，我很为难。所以我需要您的帮助啊。心病还需心药医，你赶紧带他去看。但是我需要最快的办法。您需要因为他这一次的失误，给他一个惩罚，至少是要业内的公开警告。你说什么？水没有退路，才会成为瀑布。这样会毁了他的自信，你就不担心他会因此一蹶不振吗？你不要忘了，他是阮曼君。童卓瑶的车还停在楼下，这么晚了，他还不开走啊？请袁正明跟他说一声吧。打住啊！我跟他呢，现在已经是楚河汉界了，井水不犯河水。况且，说不定童卓瑶把车留在这里，想找个借口再回来找你。这种棒打鸳鸯的事，我可不干。季东，童卓瑶的车停在我们楼下，麻烦你告诉他记得开走。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两个人是怎么回事？明明相爱，却就要这样。在你们中间的那个人，他已经出局了。他亲口告诉过我，虽然说钟恩去世了，可是却一直活在他爸爸心里。虽然洁白离开了，我知道在他心里也是抹不掉的。就像洁白的孩子一样，在我心里的阴影也是抹不掉的。阮曼君，你可别后悔啊！像我这样，现在都来不及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谢谢你啊，妈。我知道今天是我不好，但是我不想解释。你们结婚吧，你和那个阮曼君。我可以答应你娶她，但是你也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你都不能离开童氏。想要离开童氏，那是我自己的决定，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而且离开了童氏之后，我也不想跟他在一起。那你到底要什么？你到底还要我怎么做？我知道你恨我，是我非要你和洁白在一起的。可是谁能想到他最后，谁能想到他会疯呢？是我没有照顾好他。还要怎么照顾啊？他闹着不肯住院，不肯回家，你就把他接回来，还小心翼翼地哄着。可是他呢，稍微有一点不顺就冲着你发脾气，大闹一通。你知不知道？每次看他折磨你，就像是拿把刀子在戳我的心。If you know that I will always by your side, will you reach for me or will you stay behind? If you give me all your heart with all your life, and I swear I'll never ever make you cry.
survive all the pain. I can give you all my fate. With all my fortune, I swear I'll make you shine. That's what I can do. How 怎么了？ I love you, my love. 是不是睡不着？ If you know that I will 你要让我死吗？ your side. Will you reach for me or will you stay behind? If you give me love, your heart with all your life. And I swear I'll never. 杰本， That's what I can do. How I love you, my love. I can survive all the pain. I can give you all my fate. With all my fortune, I swear I'll make you shine. That's what I can do. How I love you, my love. 怎么了？ I can survive. 朵瑶，你没事吧？你没事吧？你疼不疼啊？啊？ With all my fortune, I swear I'll make you shine. 洁白，你怎么回事啊？ That's what I can do. How I love you, my love. 朵瑶，我想我们的孩子。你知道他在哪儿吗？我一定会帮你把我们的孩子找回来。
怎么回事啊？洁白突然自己走了，说是回加拿大了。他走之前又说了什么吗？没有啊。我出去的时候他还好好的，我回来他人就不见了。张妈说，是叶家派车把他接走的。我电话打给老叶，他也不接电话。你们到底是怎么了？是吵架了吗？他不会再回来了。这一切都过去了，我不要再说了。我是替你委屈，照顾洁白这么久，一句怨言都没有。就算是有错，那我们也弥补他了呀。凭什么他叶志宏就不依不饶的几次三番对付我们同事？我知道，公司的事让你心灰意冷，你恨我自私，为了保住同事，不惜牺牲你的感情，所以你才说什么也不肯留下，是不是？你放不下阮曼君，这我也知道。可是你也不能，但凡他有点风吹草动，你就撇下一切不管呐。要是非得这样，那还不如干脆把他娶进门。只要能把儿子留在身边，那我也认了。妈，我和你说过了，我真的不会再和阮曼君在一起了。是因为洁白那个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为什么就是不说呢？不久过去的事情没有必要再提了。我现在只是想把公司的事情处理好，所有的事情都结束，我去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啊，再亲密的陪伴也不可能从生至死。我们总是要一个人完成这一生的，不是吗？给莫尘，你说话。童卓瑶，我要怎么说你才可以不喝酒？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个病人？干杯！你是不是明天就想变成这个样子？你如果再继续这样喝酒的话，我明天就把你生病的事情告诉姑妈。你去帮我告诉阮曼君啊！你告诉他，免得我再跟他说了。我可当真了啊！你知不知道我每次看到曼君的时候，忍着不能把你生病的事情告诉他，我心里有多难受？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每一次见到他，什么都说不出来，内心有多难过。哎，你说，如果我跟他说，我从来就没有做过对不起他的事情，你说他会信我吗？童卓瑶，你还能不能有点出息啊？1年了，每次聊到这个话题，你都会问同样的问题。你这么想知道答案，怎么不自己去问他？是，生病了，可那又怎么样？你总害怕拖累他，至少证明你是爱他的呀。
总比像现在这个样子苦了自己，用道德去绑架他好吧？我不能害了他。鉴于阮曼君律师置当事人于庭上不顾，擅自离开的行为，已经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给律所名誉带来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律所决定对阮曼君律师停职反省，并将酌情在行业内给予警告。何瑞的官司，陈主任已经交给我了，你把相关材料赶紧给我吧。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你比谁都清楚这个行业的残酷性。我可以给你机会。何瑞会给我机会吗？会再给郑清一个机会吗？我认真了一辈子，不想在临退休的时候砸了郑清的招牌。对不起，我给律所带来的损失，应该由我来弥补。你还是休假吧。就算您让我离开郑清，我也一定会给您和律所一个交代的。对不起，我是真心诚意来向您道歉的。我不恳求您的原谅，只希望您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觉得比您找的任何一位新的律师都要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因为我对您的愧疚是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的。我对律所的愧疚，也绝对不允许我再有任何的闪失。怎么，这么着急要检验自己的成果啊？你也不怕被别人发现你是幕后主谋啊？现在不是下班时间吗？况且，他不是被你停职了吗？你呀，幸亏是年轻，精力旺盛。我要是像你这样消耗脑细胞，这儿早就罢工了。他怎么样了？何瑞的杨总来电话说愿意给他一次机会，看来是有惊无险。我就知道了，他身体里边蕴藏的小宇宙，就缺乏一个爆发的引线。他这个人，宁可自己受委屈，也要周全到所有人。你知道吗？敲开那扇门一点都不难，我甚至能猜到门上的密码。可是进去之后呢？能让一切回到2年前吗？能让福叔和福妈活过来吗？能让我每天不必再自责和内疚吗？如果不能的话，那我进去做什么呢？吵、闹，还是说指责那个男人已经结婚了，然后再去伤害另一个无辜的女人呢？没有买到你喜欢的，就只买到这个。这个我也很喜欢啊，谢谢你啊，卓阳。我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赶紧回去照顾阿姨吧。等我完全恢复了，就回来找你，好吗？你不要想那么多了。现在对于你来说，最重要的是把你的眼睛治好。我会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去跟我妈解释清楚。那你答应我，先不要告诉阿姨好吗？我怕她一时间接受不了，再进医院，会很内疚的。
等一切风平浪静的时候，再告诉阿姨，再告诉其他人，好吗？谢谢你爱我。也谢谢你爱我。我离开他的时候已经怀孕了，我只是不想让他在中间为难。我以为我的成全都是值得的。我原本想着，等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就可以一家人一起过平淡的生活。只是没有想到，洁白也跟我有了同样的期待。你最终还是把他毁了。公平一点说，我们都失信于对方了。只是他现在更需要卓瑶，而我注定要孤独一辈子，一个人。我估计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坚持和倔强会有多大的能量。很好，他做到了。是你做到的。我这不还是中了您的招？这一招啊，您公司的事情解决了，省去了危机公关，咱们这是不是要趁火打劫，把律所卖一个更高的价钱给我呀？别说啊，你这句话还真提醒我。我当时啊，就应该让你把他开除了，咱们一拍两散。对啊，是这样。就算是同事再需要挣钱，我也不需要一个不能打官司的律师。那个，你不用说了，我等你的报价。郑兴还没有姓童，这么着急把我赶走？何瑞的杨总，我会再给我一次机会。你再给他找个律师吧。阮曼君，我知道同事不养闲人，我不会成为同事收购郑兴之后的麻烦。我会辞职。在你心里边，我就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吗？没错，反正对你而言，1年之前，我就已经是个没有用的人。董总，通宇侧楼的公共区域塌了，有一个叫金娇的工人当场死亡，还有工人受伤。来来来，我亲手给你泡的果茶，尝一尝啊！我跟你说，现在技艺啊可精湛了呢，特别好喝的。怎么样？还不错。你这个表情是还不错吗？根本就感受不到我的茶有多好喝。我知道你现在心里有气，没关系，我帮你把这个气撒了。哎，还是算了吧。你不是说过吗？不想让我像你一样后悔。可是我现在啊，连后悔资格都没有。也许是他变了，也许呢，是我从来都没有看清楚过。我现在啊，必须要承认被他欺骗、被他抛弃的现实。我现在对他来说，就像是迫不及待想要抛弃的包袱一样。包袱？凭什么呀？还是要的。多多，别打了，喂。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正忙。什么意思啊他？人家可是高高在上的童少爷，何必自取其辱呢？我就不信邪了，我必须给他打。算了，多多，
我明天啊就去辞职。辞职？你疯了吗？那有什么大不了，给你打工呗。那好吧，等我的这个国文店啊开到第100家的时候，就来给我做法律顾问啊。来，再给你倒点。你不觉得感情用事一直是你的绊脚石吗？你本该就是一个优秀的律师。经历了这么多，我还是学不会冷漠，让您失望了。我已经决定了。何瑞的杨总打电话过来说，让你一定帮他打完这场官司，而且还说是你主动要求，说你能帮他们解决问题。现在你突然说要离开，我总要给他一个充分的理由吧？对不起，我当时不了解情况，我会去解释清楚的。怎么说清楚？给他一个什么合理的解释，才能证明你不是出尔反尔？程主任，这并不能成为您把我留下来的理由。还是说，他又说了什么，让你不肯放我走？如果仅仅是出于对他的疑虑，我想你应该去找他问个清楚再做决定，因为我相信，你的决定一定会不一样。同氏集团的通宇工程在施工中被质疑使用劣质钢材，导致工程坍塌，已造成人员伤亡。这一事件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阮律师，程律师让我，这怎么回事？工程昨晚出了突发事故，所以我才去律所找通通。怎么会这样呢？跟我来，咱们继续说。工程事故的赔偿都已经在进行中了，但是我希望不管调查结果如何，他们毕竟是我们的工人，同时应该负全责。至于通宇复工，就要等调查结果出来以后了。那全部调查完要到什么时候啊？你难道不知道工程的成败关系着我们同事抵押在中视的股份能不能收回来吗？时间有多紧？工程质量问题关系着成千上百工人的性命，你让我怎么大事化小？他昨晚一直在工地吗？是啊，他昨天一直到半夜一直在工地处理伤亡。那些工人不依不饶的，实在是。毕竟生死攸关，谁都会担心。怎么？好，我可以答应你，我不会让同事损失一分一毫。我现在就去拿钱堵住所有工人的嘴，可以吗？这就是你想的办法吗？程主任不肯答应我辞职，让我自己来问答案。我原本以为自己真的误会你，还想为昨晚的事情向你道歉。可是现在看来，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是不顾工人安危，想用钱来消灾的童总。在你心里，我就那么的不堪吗？还是你从来都没有相信过？是，这就是我亲眼看到的。给我出去！因为结拜那个孩子，你以为我欺骗了你？你以为你把所有的信任都给了我，但是我辜负了你。你恨我骗你。阮曼君，你从来都没有相信过我。
为什么只要你一出现，他的生活就一团乱？这也是我想问他的。不过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必要。你配不上我儿子，这点我从来就没有看错过。如果他要花钱消灾，就根本不可能有人知道昨天晚上发生过什么，就更不会有今天早上同事门口出现的那些闹事的人。因为我们童家出得起这个钱，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你对他的认识，就和外面那些闹事的陌生人一样浅。你从来就没有看到他内心的善和他身上肩负的责任。阿姨，我想问你，当静杰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能原谅伯父吗？能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吗？对不起啊，事件还在调查之中，合适的时候可以给大家解释，好吧？谢谢啊。同事被质疑滥用劣质材料才导致工人死亡，是否确有其事？对死伤的工人，同事将如何善后？恭喜，好戏终于开场了。同喜。叶总，你给我钱没错，但我并没有把我自己卖给你，这你知道。说好了，我们之间是合作，我出钱，你出面。我拿钱是为了对付童卓瑶，并不是让你来干涉我。你放心，你怎么做，我绝不干涉，我只要结果。你给我钱，你又不干涉，你觉得我能信吗？我傻吗？咱们之间不需要信任，只需要目标一致。程主任，怎么样？有答案了？我需要知道真相。坐。看来他还是没有告诉你啊。我了解你跟童家的关系，也知道您最初照顾我是受人所托，可是我跟他，毕竟早就已经没有关系了。
那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还要帮你了。你需要因为他这一次的失误，给他一个惩罚，至少是要业内的公开警告。你说什么？水没有退路，才会成为瀑布。我承认，方法是简单粗暴了些，但却很奏效。他说的没错，要不是那份处分声明把你逼到绝境，你也没有勇气站出来面对。所以那些话他是故意说的。总不能在事情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戳穿自己吧，更不能刚点燃引线就自己泼水浇灭。他是想搏一下，只是没想到你的反应会那么强烈，因为你在意他。可是我们早就已经离婚了。想不清楚的事情就暂时放一放，时间会给你答案的。抓紧时间准备上庭吧，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比我猜中了。3天前有入境记录。他怎么可以拿人命开玩笑？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你怎么来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你想干嘛？这些我都可以回答你，可是你要先回答我，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为什么突然消失？什么都不想问，也不想说，你可以走了，再见。我是你女朋友，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我家。那我现在正式的通知你，咱俩分手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回来干什么，你还是忘不掉阮万军，对不对？对，我回来找他的，满意吗？这个答案？那我呢？这1年我跟你在一起，我算什么？之前我告诉过你，我心里有别人，你当时怎么没意见？你敢说你从来就没有喜欢过我吗？没有。好，戴静杰，我从前一个人，今后也可以是一个人，但是你呢？休想跟阮文军在一起，知道吗？
您拨打的电话。你让他回去的。洁白，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回国了，事情要有结果。哎，真是女大不中留啊！爸，您别装了。除了你，谁还能让他回去呢？您这次又要对谁动手呢？卓瑶还是同事啊，怎么做您才能收手呢？洁白，等你冷静下来了，我再跟你对话。爸，爸，你放过卓瑶吧。我再跟你说一遍，不是我让他回去的，你信或者是不信，我都不再解释了。至于那个佟卓瑶，我也把话跟你说明白了。只要我活着，他就别想过太平的日子。爸，您别再计较了，是我要离开他的。那也是他把你逼走的。你想过没有？自从你离开了佟家，他为什么对你不闻不问？我来告诉你，那是他根本不想负这个责任。他不是，是我欠他的。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呀？啊，再也生不出孩子的是你。洁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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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打。洁白，洁白，人在这儿呢。来来来来，你好，快点，快起来，好不好吧？他别碰我！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我不想再装疯卖傻了，我不想卓瑶看我像个笑话。我什么都不要了，可以吗？什么都不想要了，太痛苦了。我可以去死吗？我可以重活一次吗？洁白，都是我不好，是我把你害成这样，是我太糊涂了，都是怪我，都怪我。我真的失去他了，我破碎了自己的梦，我失去了我的世界，再也没有孩子了。洁白，你刚才说什么？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洁白啊，爸爸每天看到你这个样子，就像是佟卓瑶在剜我的心，我恨不得杀了他。王总啊，同事能给的，我红叶都能给；同事给不了的，我红叶也能给。王总，还是好好考虑考虑。汪总，季先生来了。好的。汪总已经和同事签约，同事承诺的交付时间提前了1个月。爸，您真的不肯收手吗？爸，我求你了。还是为了他佟若瑶。也为了我自己。装疯卖傻的半年，他没有一丝的责备，就连他知道我是装的，他也不肯拆穿我。是我自己受不了了，我才要离开他的。我以为我爱他。可是我给他的都是委屈和痛苦，是我对不起他。爸，您就当是为我赎罪了，行吗？别再说了！毁了我的女儿，还想全身而退？天下没有这么不讲道理的事情！我把话跟你说明白了，就算搭上咱们红叶，我也让童家有所有。就现在的证据来看，何瑞的财物已经难辞其咎。马上就要开庭了，都准备好了吗？我争取不让您给我放假。那就好。是我这个老东西来陪你庆贺，你不会觉得失望吧？当然不会了，我永远都记得那时候在医院门口遇到你的那天。这些年，我好像一直都是在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程主任，我想要帮他。这次工程事故有那么多的麻烦，他一定需要人帮忙。可是他今天早上已经拒绝了我。他说公司不打算让法务介入，一切按调查结果处理。为什么呢？涉及到赔偿问题，还有公司负面的影响，都需要他面对啊。
你认识他这么多年了，应该清楚，他既然做的决定，一定有他的考虑，我们只能接受。是啊，一直以来，我都是尊重他的选择，在他的保护之下，等他的结果。你可以做的还有很多呀，你可以帮我管好律所。你也知道，我快退休了。正清是我一手建立的，就像我养了20几年的孩子，我总该给他找个好人家吧。您不是已经找到同事了吗？难道说这也是他的意思吗？就算他出钱接手了，律所交给谁来管理，还是要经过我同意的，这是他答应我的。程主任，让我帮他吧，至少让我了解所有的情况，在他需要帮忙的时候，第一时间给到他最好的解决方案。这我才出去几天啊，你就搞这么大动静，什么情况？安监会初步调查是建筑材料问题。佟追啊，就算你亲口承认，我都不相信你会做出偷工减料的事情。要是我没有猜错，应该是他回来。戴锦杰，他没完了是吧？有证据吗？我倒是希望他没有留下任何证据。你是不是疯了？那这黑锅你就自己背啊！房子不盖了，公司不要了。我有想过他会回来，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很多事情我还没有安排好。那你是不是疯了？但是我也不希望他出事。如果他有什么事情，童宇即使建成了也没有什么意义。但你要想清楚，他放的可都是案件，你这次放过他，你保证他下次不会这么设吗？我现在的脑容量已经想不到下一次了。我只是希望尽快有一个结果。曼君姐，喜佳，你叫杨安琪过来吧，总不好一到我就爽约啊。我已经跟他说要改天了，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我也不知道你回国了。学习总要结束的，你呢？听说我走没多久你就辞职了。我傻呗。为了爱情奋不顾身，没想到遇到一个渣男，卸磨杀驴了。你还好吧？反正死不了，大不了重新开始。反正一辈子这么长，谁能笑到最后还不一定呢，你说呢？是啊，难得你想这么开，看来我得向你学习了。学费呢？这顿饭我请。我请。学费我也不收了。要不你继续请我做你的助理？反正我现在也是个无业游民。成交。好。反正我现在正缺人帮忙呢。来，各位，坐一块啊！来，吃菜啊！
孩子啊。你现在已经拥有清河5%的股份了，恭喜你，陈总。我就说过看好你，这才1年而已，有东山再起了。那现在已经是自己的公司了，要认真对待。这是当然。那我先走了，你再待会儿。哦，那好，你忙。合作愉快。合作愉快。我走了。好好干。爹地，这就是我的新家，你看，外滩是不是很美？这里可以看到上海最美的夜景，哎，是不是好漂亮？哎呀，你跟洁白就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这房子都找好了，你是要打19战了，还是打算不回来了？对不起嘛，Daddy，原谅我不辞而别，让你们担心了。可是，有些事情我必须自己去处理，虽然现在不能跟你们解释清楚。你放心吧，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是想知道你以后怎么做。我打算回正清去上班，还是做阮曼君的助理。佳佳，哎，你听我说。洁白，佳佳，你听我说，事情发展成这样，不是你的问题，是我自己要离开他的。你不需要自责，你只要平安回来就好。我偏不。哎，叶洁白，你是不是傻呀？凭什么阮曼君什么都有，你什么都没有呢？没有什么凭什么，我已经不需要那个答案了。可是我需要啊。好了，不跟你们说了，改天聊啊。来得够快啊！什么意思？你要对他干嘛？不是分手了吗？我做什么有必要跟你解释吗？你威胁我？你逼我的。我说过我不会让你跟他在一起。我也更不会跟你在一起。前一段时间我找人做的律所的估值，我会增加20%。您拒绝也没有用，可确认一下没什么问题，咱们就选个良辰吉日吧。我可不会对你说谢谢啊！如果有问题，也是阮万军的问题。我上次刚跟他提了1句退休，他就猜到了。我想你还是亲自告诉他吧。他还好吗？刚打了翻身仗，我也放了权。现在正是增加威信的时候，只要不出差错，应该没什么问题。那就好了。我等你的消息。好。替我送一下童总。不用了。随他去吧，我正好找你有事，过来坐。给同事做一份赔偿合同。
赔偿合同。对。可是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就出赔偿合同，这不是公开承认工程有问题吗？是他坚持要对工人家属进行先行赔付的，不签合同怎么能行啊？你不是说要帮他吗？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你从来就没有看到他内心的善，和他身上肩负的责任。好久不见。你好吗？什么时候回来的？你还是不想见到我？同事的工程事故，是你吗？1年没见了，你真的过得好吗？希望不是你。老规矩，你挑地儿，我请客，跟你好好聊聊。酒我就不喝了吧，明天还要上班呢。你还没回答我，你这1年过得好吗？你呢？我不好，特别不好。没有人希望这样的结果。很多回忆不愿意去想，但是又有很多每天都在想，无时无刻。比如某些人，你还记恨我吗？都过去了。真希望一切结束在1年之前。我回来，是因为我曾经在这儿失去了我的所有，所以我必须回来。我要重新来过，拿回属于我的。今后还有你。痛雨的工程事故，是你吗？你一定要这么想我吗？快吃吧，菜凉了。我在你的心里就一点位置也没有吗？或者说从来都没有过吗？我吃好了，没什么事情的话，我先走了。哦，对了，谢谢你请我吃饭。戴静杰回来了，我刚见过他。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他这么大声，我都听到了。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
就因为事故和他有关，所以你才决定不追究了，是不是？所以不是先行赔偿。童卓瑶，到底要做什么？我麻烦你转告一下程律师，赔偿合同的事情让他换一个人来处理，所有和同事有关的事情都不由你。现在这个事情和你没有关系了，你可以走了吗？ 因为接待那个孩子，你以为我欺骗了你？你以为你把所有的信任都给了我，但是我辜负了你，你恨我骗你。阮文君，你从来都没有相信过我。报警！现在就报警，让警察把他抓起来。没有证据，您对他所有的指控都是诬陷。是阮曼君说的，他就是证人。实在不行，我亲自求他，让他作证。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你没有听到吗？我已经说了，这个事情跟他没有关系。你为什么什么烂事儿都要把他扯进来？ 那好啊，就算是诬陷好了，我也一样要报警，让警察去调查，真相到底是什么，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你报吧，报吧。然后呢？警察问他杀人动机是什么，然后怎么说呢？你是希望他说是童夫人逼死了他的母亲，他想要报仇，而童家让他变得一无所有了，变成一个孤儿，他想要报复呢？ 答应过，只要结果不会干涉的，对吗？啊？当然，只是你可以理解为这是关系。我的收购已经在进行中了。那好，那我随时准备为你提供。 这是戴英杰今天请人送来的。听说金河又要重新挖盘。难得呀，主动给我打电话。因为明天金河挂牌，这么有纪念意义的时刻，你不能缺席啊。破产过的金河风水不好，我要是你啊，我会考虑换一个地方。人还是旧的好，公司也一样。你想表达什么？没关系，位置我给你留好了，看你吧。 各位，这位何喜佳大家都认识，继续回律所工作，担任我的助手。大家多多关照。阮律师，这个请假的，这样请谢，谢谢吕律师。 念念不忘。你怎么回来也不说一声？你的，律师。你回来就是为了送这个？是啊。 你都忘了我要休长假了，
赶紧把药吃了。多谢林医生送回来的救命仙丹。我呢，还附送贴身提醒你按时吃药、随时的心理辅导等项目。不许赶我走啊！少废话。你住那个房间。哎，我下午要去曼君那边，你下班之后给我送过去。我等一下发你地址。好，那你就祈祷我见到他之后。李沐晨。我在你门口，出来。听你说你在门口等我，我好开心。可是，一想到你心里想着别的女人，我就突然不想见你了。我给你5分钟的时间，你马上辞职，要不然我就每天出现在阮文君的身边，然后让你看着我每天都来找他。好了，我明白你的意思。如果我每天都在他身边，那我也就每天都可以看见你啊。你说曼君看到我会是什么表情？我现在特别后悔让你认识他，我更后悔让你在英国的时候帮我照顾他。不就是因为我把你是我表哥的事儿告诉了他吗？你是故意的，也希望他把这份好记在我头上，要不然你也用不着在他临走前天晚上才告诉他，对吧？算你还有点良心。但我不管你为了什么，我生病的事情，你千万不要告诉他。哎，你要答应我。我知道了。曼君姐，怎么还没走啊？补个妆嘛。哎，晚上有约吗？一块吃饭呀？走吧，我请你。那边有一家还不错。好。你怎么来了？我来想请你吃饭。上次那饭吃了一半，没吃好，今儿再吃一次。啊，今天恐怕不行，我约了同事。没事啊，我们一起啊。改天吧。别，就今天吧。他是那个跟了你1年多的助理吗？还跟着你呢，真好。别忘了我跟你说的话。知道了，帮你擦了一辈子屁股。你知道我屁股在哪？帮曼君去喽。就今天吧。走。Hello。沐晨。这位同事，他今天有约了，改天请你吃饭啊。改天啊。好。
来。哎，走了，上车，上车，上车。坐好。 走了。看来，现在陪你吃饭的人只有我了。我并不是来找他吃饭的，我来找你的。我不管你要做什么或者准备做什么，我跟你之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别闹了，对不起。 给我，给我。这卡给你，里边没有密码，拿着出去住酒店，别回我家了。好，您还有什么遗言？滚！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个性和情绪容易发生改变，他们会因为规律被打破，就会发。哎，你干嘛？你放开我！你就是害怕。你都看到了吧？这些，这个，这些，这是。对不起啊，你知道我是担心你。其实你说的没错，我就是害怕，我怕我有一天忘记所有的事情。你知道忘记自己的名字是什么感受吗？祁东拿着合同过来找我签字，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我要偷偷的翻看前面法人的名字是怎么写的，我才一笔一画的把它写下来。其实你应该如实的告诉我你的状况，而不是每天等到我想起来了才把药送到你面前。而且也没有什么论文不论文，我请了长假回来，就是为了陪你。
需要根本就没有有。我还是会担忧，会害怕。我害怕同事没有人看管，我害怕我妈生病了没有人照顾，我害怕父亲的遗愿还没有完成，我害怕所有的事情还没有安排好，我就什么都不记得。我害怕有一天曼君站在我的身边，我却把她忘记了。是，所以你就一直不顾及他的感受，急着跟他划清界限。我还能怎么做呢？你告诉我，我到底还能怎么做？林慕辰，你千方百计想要把我们两个撮合在一起，你真的有想过，我们两个在一起还有结果吗？这样对他来说是好的吗？我只是不想让你遗憾了。趁你现在还记得他，能多在一起1分钟也是好的呀。为什么就还是不懂呢？我就是想趁我还清醒的时候，慢慢的疏远。你知道我越走近他，我就越舍不得离开他。哎，对了，我记得你不是之前问我生前的遗愿是什么？嗯。那我告诉你，好，我就是希望有一天，当我不记得你们的时候，你们也把我忘记，这样大家都不会痛苦。我可以帮你，
你不就是要阮曼君吗？我可以帮你。反正阮曼君的心里只有佟若瑶，你知道的。他们要是自己不放手，你根本就没有机会。就凭你在阮曼君身边做个小助理吗？对，我可以让他们互相怀疑、互相猜忌，反正让他们永远都不要在一起。你觉得以你现在的立场，对我来说有什么可信度吗？我有我的条件，我只保证他们不在一起，但是你跟阮曼君我可不管。我不许你离开我，就算你跟阮曼君在一起了，也不许离开我。等你酒醒了再跟我说吧，好吗？喝多了。我说的都是实话。行，实话。你怎么来了？我被人给欺负了，我要找律师帮我讨回公道，请阮律师帮我辩护吧。恐怕欺负你的人我也打不赢啊。哎，后面那姑娘是你领导啊？她怎么一直盯着你看啊？洋洋，洋洋，喜佳找你。我还有点时间，我们出去说吧。啊，好。哎，曼君，你身边的那个助手，说不上来。就是觉得好奇怪啊！我身边啊，最奇怪的人就是你。不可能，不可能！我总比佟卓瑶正常吧？抱歉啊，我今后尽量不在你面前提他的名字。你又没有错，我认识他是事实嘛，对不对？我现在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我把我是他表弟的事情告诉了你，搞得我两边不是人。不都说了吗？不管我跟卓瑶关系怎么样，我们都是好朋友啊，对不对？其实他也是因为……算了，解释就是掩饰。反正你记住，什么事情啊，也别都放在心上。我没事。你也不用特意来看我，我呢，只是担心卓瑶而已。你放心吧，他这个人啊，平时谈生意的时候比谁都冷酷无情，也只有在感情这事儿上，才能让他方寸大乱。哎，我可一定是比他正常的。剪彩仪式现在开始。
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天金河的挂牌典礼。这不光是我人生事业上的一个起点，这个地方也见证了我的成长，还有感情。1年前我在这里失败的时候，我就发过誓，在哪儿跌倒的，我就一定会在哪儿爬起来。我非常感激曾经发生过的所有的事情。调查组已经确定是混凝土的问题，现在不能确定的是主楼是不是也用了有问题的混凝土，所以调查还得持续几年。你帮我盯紧了，查到了什么，马上告诉我。知道了，董。为了感激你，我要用成功报答。那几家公司并购的事，我一直在跟进。你放心，只要价格给得好，都不是问题。这不是钱的问题。我要在通与晴空的期间，彻底断了童卓瑶的后路。等你买光了敬业公司，童卓瑶也只能被逼得壮士断腕了。看来，抵押给中视的那2成股份，已经是囊中之物了。通宇只是个开始，开始。其实，通宇刚刚开始筹建的时候，股东们就不同意，放着赚钱的主营业务不去追加投资，反而去搞什么地产。还是童卓瑶许诺年终不亏损，这才勉强开工。现在因为事故停工，大家都在给他施压。有谁愿意摊事儿呢？这么拖下去，破产也不是不可能的吧？破产还不够。破产。你现在应该明白，我留在阮曼君身边是多么明智的选择吧？你当我小孩啊？随便拿几张照片来糊弄我，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呢，哪儿来的赔偿合同啊？当我傻呀？你亲爱的阮曼君做的。我警告过你，别伤害他。你紧张什么呀？我只不过是检查了一下他的电脑。可是我发现，童卓瑶并没有领他的情。我真的没有耐心再跟你打哑谜了。我听不懂，你也不用再解释了。你只要记住，把我交代的事情做好，要不然咱俩没完，懂吗？同事已经在善后了，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还是工程的事和你有关？佳佳，我觉得还是把照片删了吧，好吗？因为作为一个专业的律师来讲，
把合同给泄露出去，真的是一件不可原谅的事情。哼，我要是你，我就把这照片传到网上，不管调查结果怎么样，童主要他怎么都说不清楚。可是我现在很不开心，我不想把照片给你了。 昨天夜里，一份同事与死亡工人家属签订的赔偿合同在网络上被曝光，引发热议。有网友猜测，同事此举极有可能有计划地避开调查结果，从而与受害人家属进行私下了结。然而此时，同事大门依然对媒体紧闭。同事集团总裁童卓尧先生日前现身，却对此事拒不回应。后续请看跟踪报道。 合同做出来之后，我只发给过程主任。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可以报警调查，我愿意配合。我想和程律师单独聊一下。 我就担心合同泄露会出现问题，才让他来做的。你非不让他插手，我就只能自己接过来了。整个政情只有我们2个人知道这件事情。现在你既然有怀疑，我就只能把他找来一起接受调查了。程叔，我过来不是兴师问罪的。你们是我最信得过的人，我怎么可能报警调查呢？况且究竟是谁做的？ 我心里大概清楚。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程素清一生的荣誉都在正清，不容你污蔑。所有人。 把手里的工作资料准备好，等待配合警方调查。查不清楚，郑清给我过门息。童卓尧，童卓尧，你站住！如果是因为我的原因， 我可以辞职。但凡你和姑娘一点旧情，我希望你别再给我添麻烦了，好吗？我谢谢你。那我报警。麻烦你配合调查。你想把事情闹大是吗？你非要把我和同事搭进去是吗？阮曼君，我知道你恨我。 你做到了，算我求求你，放过我吧，离我远一点。阮律师，你怎么来了？我告诉你，阮万金，我这一巴掌我留很久。是你在不断挑战我的底线。我告诉你，妈，要不是因为别闹了，这么多人，我儿子事业顺利，家庭幸福。啊，走。
曼君，那老巫婆打你脸了，她除了打你，还打你哪儿了？我欠她的，终于都还完了。我可以答应你，我不离开同事了。为了他，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从此以后不要再去打扰他的生活。这太可笑了吧！我委曲求全半辈子为了这个家，我现在居然落得要靠一个外人才不被抛弃的下场。我不想跟你争执，我也不想跟你吵架了。我真的很累。我先走了。戴建杰，曼君，嗨，早，曼君姐。早。你们先聊，我先进去了。知道你今天没心思上班，走，带你去散心。我跟程律师请了假，说你今天拉肚子。你要是现在进去的话，那可就直接戳穿了我的谎言了。你要考虑清楚。走吧，林医生。走。别愁眉苦脸的了。喏，我看你逛街的时候一直心不在焉的，总偷瞄它，我就把它给买了，送给你。谢谢啊。有礼物收就不许不开心了。昨天晚上的事都告诉你了。姑妈这件事情做的确实有些不对，我替她向你说声道歉。我反而要感谢他。脑子进水了吧你？我承认，我放不下，也爱他也恨他，逃避了他1年。只要一看到他，我就没有办法让自己再变成冷漠。明白。看到所有跟回忆有关的东西，你就忍不住多看2眼。是啊，不过现在我已经彻底醒了。看着他冷眼旁观我的委屈，我才突然发现，我所有的牵绊，不过是给自己不肯放手的一个借口吧。文君，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也不是你表面上看到的那样。他有为难的地方了。不用再替我找借口了。其实我现在也特别讨厌自己这样纠缠。好了，我现在呢，不再是童卓瑶委托你照顾的前妻，而是愿意跟你做朋友的阮曼君。不过，如果你觉得在中间为难的话，我也不强求。谢谢你照顾我。跟你们2个做朋友啊，我都开始怀疑人生了。公关稿已经发出去了，对外就说是律所做的应急方案，因为电脑送修泄露出去了。
给大家造成了误会。卢娟拿了赔偿金不肯签合同，现在看来也是帮了忙，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不到任何的证据。他写的15条只有我有，也不怕到时候出结果的时候签补偿协议他不认。现在没有时间了，调查项目的结果一定要尽快。知道了，去吧。多多，收到我快递了吗？显示已经签收了。没有呀，最近快递收了很多，是不是搞混了？看看。在这儿呢。哎，摄像头买它做什么？合同从我这丢的，我总得知道怎么丢的吧？您放心吧，电脑里的文件我已经都删除了，纸质的我马上销毁。喂，你好，对，我是。好。到点了，出去吃点东西。好。嗨。来，咱们回家。佳佳今天吃什么？我昨天晚上没睡好，今天不想去吃了。要不你回来的时候帮我带一份？好的，那我去了。拜。为什么这么做？是金河戴总对吗？是他让你这么做的吗？当然不是，我跟戴总只是工作中见过，而且也没说过几句话。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曼君姐，你听我解释，我只是想拿你的合同当做范本，以后学习的时候用。对不起，你的理由没有办法说服我，你的话还是留给程主任说。曼君姐，程主任，我有重要事情跟你说。你来的正好，合同泄露的事有结果了。你自己说。对，我承认拿了你的 U 盘，但我只是想拿一下何瑞的材料，没找到，就都拷贝了。好死不死电脑进了水，只好拿去修。我也不知道合同就这么泄露了。再说了，这事儿也不能都怪在我的头上。要不是同事工程师鼓荡得这么满城风雨，谁会去在乎一份破合同？你要是当时就把合同给我，哪还那么多事儿？够了，阮曼君，你以后做事动点脑子，没上战场就丢盔卸甲，像个什么样子？你先出去吧。是。我以后会注意的。
西家，我先说，真的很抱歉，我不应该没有经过你的允许就翻你的东西，还拍了照。可是我真的是想拿它当做范本，因为全公司都知道同事的合同是很重要的。要是你不做了，我想学习的话，再也没有机会了。我都不知道你事业心这么重，不是那个为了爱情丢掉工作的女儿。反正男人靠不住嘛，那我就靠自己啊。今天的事情对不起啊，是我太武断了。如果你真的觉得心里不舒服的话，可以跟程主任说，让他给你换个职位。哎，不用，你请我吃饭就好了。好吧，说吧，吃什么？火锅。好。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因为我跟你之间的协议已经取消了。我好像还没有答应你可以分手吧？我现在特别后悔没有把你从阮文君身边给赶走。我告诉你，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你别让我不开心。小心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阮曼君。漂亮，漂亮。听清楚啊，你敢？要不是咱们两个吵了一架，他也不会害怕，更不会主动来找我，承认是一场误会。主要还是我没有处理好。怎么可能会这么巧？你不会真的怀疑我和阮曼君吧？你刚才跟我说那个张律师在金河的时候，他和曼君有闹过矛盾？也谈不上什么矛盾。是张律师是我派到金河去的，结果被戴静杰骂了回来，所以我又派了阮曼君过去的。我来处理。你帮我一个忙啊，这段时间最好让曼君休个假。如果他不同意的话，你就跟他说，所有的重要的案子都不能交给他。他的性格你最清楚了，我只能答应你试试看。我不需要休假，如果这是他的意思，麻烦请您转告他，等他正式接手正清之后，再对我的工作指手画脚，或者让我离开都可以。但是如果因为您跟他的私交让我离开的话，我会觉得很委屈。没那么严重，因为他照顾你这不假，这也是人之常情嘛。但是我绝不会因为人情而把工作搞得一团糟，这是我的原则。你也要相信自己，即便是不在正清，你同样是个优秀的律师。我知道，您因为有情绪上的问题担心我的工作。我对之前的事情道歉，我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了。只要张弛有度，很多事情自然会清楚。这是我手里所有关于同事的资料。如果律所继续分派给我，我还是会尽心尽力。但是我也有私心，我不希望再接触任何关于同事的工作。你呀，你听着啊，我花钱请你办事儿，你自己办砸了那是你自己的问题，我没有义务去帮你擦屁股，明白了吗？不想重复了。
稀客呀！哎，我那天挂牌，我请你来，你不来，我今儿没空陪你啊。我再给你1分钟时间。说，第一，通宇工程我一定会建成，建成了之后，我可以给到你50%的股份，如果你想要的话，就别再动手。第二，我和曼君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你别再去打扰她的生活，不要再让她夹在你和我之间。其实你的第1条我是很想成交的，但是你的第2条我做不到。但是好像我要不答应你第2条的话，这第1条也就成交不了。我也不知道你今天莫名其妙的怎么了，那么认真的跑过来跟我说话，你想吓唬我？啊？我怎么敢吓唬你？这么多年你没有认真考虑过吗？有没有好好想想？就是当时钟老为什么会把钟氏的股份交给我，而不是交给你这个亲外孙？你有仔细想过吗？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就没想过。但是我给你一条路，如果你接受我所说的，我会承诺你得到你应得的，甚至是更多。否则，还是那句老话，你什么都别想。我当年是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一样一样的又拿回来。你当年是什么都有，可你现在依旧焦头烂额。那是为什么呢？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你别忘了1年之前，你是怎么丢了金河？东西丢了就应该拿回来，不然我跟你也现在不会在金河的楼底下谈话。倒是你童总应该会同事的好好再看一眼，因为很有可能瞬间同事就已经不再属于你了，永远。别发疯了。如果你想继续发疯，我陪你好好玩下去。该说的话我都说了，你自己好好考虑清楚。我要的不只是你的全部，我再说一遍，包括你的前妻，我都要。我刚刚跟你说了那么多话，你没听懂吗？别再把他牵扯进来，你这么折磨他有意思吗？戴静姐，我告诉你，这么折磨他，只能证明一点，就是你从来都没有真心爱过他。你好意思跟我说这样的话吗？你说不要就不要，他是什么呀？你怎么对待他？你跟你的妈妈是怎么让他受的气，让他受的委屈？他明明应该得到幸福，你给过他吗？我告诉你，姓童的，如果你真的爱他，想给他幸福，你就给我放手。雪点飘于寒冷空气，潮湿站台牵手情侣，这趟列车开往哪里？是不是温柔的风景，深藏在心底的秘密？是想我和你去巴黎，一了百了，消失的你，丢掉了甜蜜，爱着你，好委屈。如果在哪里不快乐，我一直在原地等着。又是谁浇灭了爱火？按了暂停的不是我，还爱着。对不起，童东阳，
你知不知道你不接电话很没有礼貌？林医生，是我，季东。让你家童总接电话。童童把车扔在路上了，人不见了。什么？你在哪儿？我马上过去。你跑哪儿去了？不是约好了一块吃午饭吗？这么等不及？拿这张卡回美国。钱不是很多，但是够你花一辈子。拿着。我知道你跟我在一起不是为了钱，我明白。但是你要的我给不了你，所以我欠你的，只能拿钱来还。对不起。戴静杰，你是怕我对阮曼君做什么，才要赶我走吧？你怎么不明白？你们之间的绊脚石根本就不是我，是他不爱你。你为什么不承认？你这一年是怎么熬过来的？他问过你吗？他关心过你吗？你最难过的时候陪在你身边的人是我，你打拳受伤陪在你身边的人也是我，你喝醉酒你哭陪在你身边的人都是我。我是我心里那个人，不是你。你心里只有你自己，阮曼君只是你想拿来证明自己的战利品。听着，我和他之间，任何事情和你没有关系，请不好意思。我给你3个月时间，你如果跟阮曼君在一起了，我立马走人。要是没有在一起，你永远都不能离开我。金鹤利用收购的公司迅速抢占了市场，而一直和我们同事合作的公司呢，都去了金河签了合同。我们现在已经完全处于劣势了。要不是为了整个工程减少钢材业务的投资，同事怎么会被金河钻了空子？我提议，那个童宇全力保同事。童宇不能卖。工程停工，每天都是巨大的损失。你承诺大家的不亏损，怎么兑现？我请大家给我1个月的时间，如果我还不能够改变同事目前的局面，我引咎辞职。我会将我个人手上的股权转交给各位，保障你们的利益。但是我只有一个条件，只要是我在，童宇必须在。你们考虑一下。谢谢文姐。
件再帮我整理一下。好，有什么问题的话，直接问杨律师就好。好。我叫人舟山买了鱼，晚上一起吃饭吧。舟山的鱼好吃吗？舟山的鱼好吃吗？晚上我要加班。没关系，我也有事要处理。嗨，嗨，找我？对，我想看看你，好吗？我想跟你聊聊天儿，说说心里话。能给个机会吗？我们换个地方。我不勉强你。来。还记得这儿吗？当然记得，一切都从这里开始的，不过都是错的。你说，如果那天你没有被赶下车，我没有把车停在那儿，我们没有见面，没有相遇，我们的人生会不会不一样？可惜没有如果，一切都回不去了。我知道你恨我，但是我依旧很感恩和感谢命运能让我认识你，能让我们相遇。是你让我阴霾的生命里面有了阳光，让我去渴望温暖，让我想为我自己活一次。很感谢你，我们重新开始好吗？哪怕是好朋友。是你毁了这一切。过去的就让它过去，行吗？明天的太阳仍然会照常升起。
我们还得生活啊，未来的日子还有很长，我们不可能带着怨恨面对彼此，对吗？那就把一切都交给命运吧，让我重生一次，看看下辈子还有没有机会能跟你遇见。静姐，别做傻事！我答应你。你好，我叫戴静姐，很高兴认识你。谢谢。走。我可是被派来打探消息的，说吧，你到底怎么打算的？后妈都找到你了。对呀，他也是急得没办法。不过你放心，我都是挑他能听的说了。可是我现在的状况，估计我说什么，他都听不了。你不是吧？是啊。依照我目前的状况，恐怕我只能应战了。那你可得想好了，戴静杰现在可是光脚不怕穿鞋的。我就想知道这个穿鞋的人到底是谁。你想一下，这么大规模的收购，他一个人不可能会完成。你是说他有帮手？一定有。我在最快的时间之内找到这个人是谁。那这么说，你现在连对手都不知道是谁，你怎么应战？我只能正面应战，这样我才能知道他到底想做什么。况且，我不想有人再受连累。搁我看啊，你怕连累别人才是问题的关键。阿姨心里肯定明白，你到底还是放不下阮曼君。这本来就是两家人的恩怨，跟他没有关系。是我拖累了他，我当然要对他负责任了。哎，佟志尧，你就承认你心里有人家，你会死啊！别有一天像我一样离了婚，也追不回人家了。我跟你肯定不一样，我既然决定了，我就一定不会后悔。不会后悔就好。哎，对了，你之前让我找那个职业经理人，我已经有几个备选了。但现在这形势，你都答应你妈不离开同事了，这人我还找吗？当然要找了。等我把通宇建成了，我就会马上离开同事了。嗯，明白了。还有什么呢？我能帮上的，你尽管说。没有了，好兄弟，谢谢你。哎，来，真想跟你再多喝几次酒。随时喝呀。你不是说要赌吗？是啊。那又怎么样？你们不是还没有在一起吗？快如你所愿了。你要清楚，
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他，你就没有机会了。你不是说3个月吗？对啊，我是说成全你，可是我没有保证这3个月不对他做什么，所以你最好不要让我太难过。佳佳，你如果希望我永远恨你，你就去告诉他，告诉他也好。这样的话，我在他面前会少了几分的愧疚感，懂了？季东来了，他来干嘛？说是童总让他来跟你约个见面时间。童总，约吗？约？干嘛不约？人都来了，那么有诚意，约。约在后天下午3点了。他还说了什么？没说什么。童总，你确定要见他？这个事情低调一点，千万不要让夫人知道。到底还有多少事情是我不能知道的？对不起，童总，我今天从金河出来就撞到夫人。是我让小张开车跟着他。袁正明、小张、季东，你到底在我身边安排了多少个眼线？我们是敌人吗？是因为你什么都不肯告诉我，我只能自己想办法。季东，你去吗？那我就不瞒你了，我是打算促成同事和金河的合作。你到底要干什么啊？工程事故到现在都说不清楚和他的关系，你还要把他扯进来？你明明知道他是担心期限到了拿不到1分钱才回来的，你为什么还要拱手相让？你就不怕他拿到了股份，扩大了实力，反过来咬我们同事一口吗？你这是在作茧自缚啊！钟老为什么要留下这么一道难题？我想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我不清楚。那好，我来说。钟老在临终之前，他后悔了。他后悔在静杰的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但是他没有时间了，他不敢面对。3年的时间，是留给我们兄弟相认的时间，也是留给他化解心中仇恨的时间。戴静杰不是回来给你化解仇恨的，这我当然知道。1个月之内收购了7家公司。整合起来的钢材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了同事，他就靠着这个已经断了同事的1大半货源。再这么下去，同事就毁了。那你的意思是，要让我眼睁睁地看着同事落入戴静杰的手里了？可是我不想辜负钟老，我更不想让静杰带着恨意过完下半生。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以为他会感激你吗？你和他根本就是农夫与蛇。是，但是您和父亲
不是曾经也扮演过生物？也许这就是我们偿还他们的机会。你这样只会让我更想逃避你。我买的是郁金香，代表友谊的。我今天来，上次的鱼，今天刚买回来，你老家的鱼。本来想尝尝你的手艺，但是下次吧，等你邀请我的时候。谢谢。你自己吃吧。再见。喝点鱼汤补一补。谢谢多多姐啊。这人肉带回来的鱼汤啊，就是不一样，看着都特别鲜美。说如果当时你就从了戴静杰，得有多好，天天就可以喝鱼汤。根本就没有如果，你也知道，根本不爱他。我不管啊，反正我天天都要喝鱼汤，天天都要喝。好，以后啊，天天做给你吃啊。人生真是荒谬，真是荒谬。你不觉得这个地方似曾相识吗？当初我和钟老谈合作的时候，就是在这里。你是故意的。你知道当时我在哪儿？站在门口，站在车外面，站在那儿等着，等着你们谈判的结果。你是担心我们合作了，你就没有机会了吗？我习惯了，从小到大，没有人眷顾过我，公平在我的世界里就没出现过。机会这个词儿都是我自己去寻找的，我小心翼翼、小心翼翼、小心翼翼地做着每一件事。我没想到最后还是输了。外公把所有的都给了你终于承认是他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了我，而不是我为了股份害死你。我并不是来跟你叙旧的，但是我跟之前一样，是过来谈合作的。合作。你跟我谈合作，认输了，这么快认输了，你让我觉得胜利来得太简单了。你说你对我的工程动了手脚，你胜之不武。我给你一个机会，你得到的可以比你想要的更多。但你要清楚，我不是我外公哦，我没那么好糊弄。
如果你接下来跟我说的话特别的诱人，那恐怕你会失去这次机会。那你不妨听听看呀。你用你的金额入股同宇，全额抵押给同事，不分文不取。我答应你2年之内把中视所有的股份都一并还给你。另外，我再送你一份礼物，同宇30%的股份。